这期视频实际上是为赛550准备的，报价3字开头的单摇臂双缸跑车，号称3秒俱乐部。如果这辆车上市，国产唯一4缸大跑车赛600，还会有人买吗？新款升级能够被我们明显感知到的地方共有12处，我们先从外观开始聊。22款赛6的外观往好了说是接轨国际，借鉴大厂，说难听点就是缝合怪。好消息是全缝上了，车头彻底整了个容，模板就是你心中浮现的那几个字。值得注意的是，转向灯也有了变化，由原来的4颗灯柱变为了6颗，现在还有流水跑马灯效。仿钛纤维小翅膀略显气配，但硬度非常可以。我接到这台是试驾车啊，已经被糟蹋的脱相了，倒了不知道多少次，但是小翅膀依然坚挺。要是真钛纤维啊，估计早脆没了。转向灯和低风翼的设计位置有一些尴尬，车头布置略显杂乱，希望 QJ 可以考虑一下，把灯集成在定风翼或者是后视镜上。排气由原来的隐形小排变成了大葱排气，排罩架也回归了常规位置，车屁股看起来协调了不少。发动机不仅功率增加，还在动力上进行了微调，我觉得这个微调是比较成功的。现在低扭的出力点提前，常用区间是2000到6000转速，骑行市区已经非常够用了。转速加大到6000，动力会突然上一个台阶。到7000开始呢，脚踏两侧的震动会变得比较明显。相比较老款，确实有些许优化，但是仍然没有本田老大哥控制来的优秀。CBR650R 的震动区间在6000转速，但是这种震度是绵密可控，比较均匀的。赛6的震动是左右脚踏震动频率不一样，不过这也不好下定论，因为这辆车啊，脚蹬子这里也是有损伤的，感觉大多数原因是因为倒车造成的，不好评价。减震、刹车、轮胎的配置仍然是原来那个配方，还新增了一个充电口，这是老款没有的。油箱增加到18升，造型也挺拔了不少，座高降低到790厘米，前三角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我今天身高是170，体重110，从裆部到脚底板的长度大概是90厘米。隆起来的油箱更利于俯趴，抱持感更自然。降低的车座并不会让你体感上觉得车低了，因为还绕不过这宽厚的坐垫。好处是屁股的体验很舒服啊，坐着的感觉像一台休旅跑车。缺点是会损耗一部分腿长。160的兄弟姐妹们需要脚尖才能够到地，安全感可能没有那么高。之前赛6老款首发的时候，我去试驾过赛6，吐槽过排气声音小、龙头沉的问题。22款在过弯循迹方面改善了很多，顺滑了不少，但是要拿进口本田来比的话，有一些差距。本田可以把600cc 做得像400一样灵巧，但是赛6的表现仍然显得有一些笨重，重心偏高且靠前，不管是原地立车还是挪车，都很考验体力。但是啊，你得看多少钱啊！只谈性能不谈价格都是耍流氓。一辆650都能买俩赛6了，性能上提升30%，品控提升30%，做工漆水提升10%，品牌信仰提升10%，预算充足直接大帽没毛病啊！人有人的标，人有人的积累，人有人的 dream win。但是面对国内13年强制报废加骑2年就卖车的节奏，5万块买一辆4缸的大摩托真的很令人心动。更别说这点小问题了，对预算不够又想体验4缸声浪的朋友们啊，我觉得不能算是问题，就看你有没有时间去好好打理它了。大根有大根的好处啊，完美发挥了4缸应该有的动静，给你们听一下声浪。不过这个散热啊，真的仅次于杜卡迪，骑20分钟啊，风扇基本上没有停过，热浪不断烘烤，感觉给我的胶皮裤都要烫花了。冬天骑可以取暖，夏天骑真的不敢。7月13日消息啊，钱江又有新动作，赛6有新的拓展车型，在价格方面没有变化，但是配置换了，刹车变为西护，新增一个行车记录仪。这个操作我挺不理解的，毕竟暴雨卡钳的牌面更大呀。行车记录仪我宁愿你给我留一个孔位，后期装不装完全看我自己意愿就行。但你让我多换一个暴雨，这就超出我的钱包范围了。我觉得这期视频对于关注赛550的车友们来说还是蛮有参考价值的，一来可以感受钱江的造车思路，二来还可以看一下目前的技术水平。目前的谍报有5个。1. 外形方面和赛400更贴近，中间有一根辨识度极高的发光天眼，仪表、后视镜、转向灯、定风翼、小翅膀和赛6大概率是一样的。单摇臂、后频叉沿用赛400，手把高，三角不会很战斗，新设计了一个分体尾灯。目前来说呢，看点十足，单摇臂加3秒俱乐部加3点几的价格，你们觉得如何？
如果这辆车上市，我觉得仍然无法撼动赛六的市场，反而会给春风450 SR 带来压力。我连买成绩，跟你一样是3秒俱乐部，还有单摇臂，价格也和你差不多，除了外观质感略差，配置上赢你一大圈啊！具体实车表现如何？是万象中干还是国货之光？点赞过1500，新车我们继续安排。这期又是零管零掐试车员，顶着烈日拍了一整天，骑行50多公里。如果您看得开心，别忘了发2小弹幕，点个赞。再次声明一下，文案我写的，视频我拍的，后期我剪的，效果还不错是吧？其实骑车拍摄的工作通通都是由我一个人一个机完成的。伊萨360 One RS1 是与徕卡合作的首款全景镜头，把2个1英寸传感器拼了起来，最高支持 6K 30帧的拍摄视频，2100万像素照片。那么如何运用运动相机拍出摩托车大片呢？这几个机位简单又容易出效果。车耳朵既可以当行车记录仪，也可以当第一视角车位，录制画面最广，也最容易收音。隐形自拍杆真的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功能单兵作战也可以拍出像这样的第3人称视角，点击录制即可一键开拍，无需考虑构图，360度的全景都可以随你心意取景。而且 RS1 有6轴防抖，不管车怎么抖，画面上是看不出来的。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有什么想看的车、想看的装备，也可以评论弹幕留言私信。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了个拜。